两人都是靠海鲜求活的，自然不会厌恶那股子腥气。陈东上前就在螺肉中间的夹层摸索，而林浩则捡起大大的螺壳，将手塞了进去。没有，壳里也没有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然后又仔细确认了一遍，才将肉再度塞回壳里，到一边洗手。洗手的功夫，另一个大螺也受不了地心的引力，螺壳落了地，两人再度一人抱壳，一人检查螺肉。有没有？这么大的螺一点惊喜都没有。陈东语气颇感郁闷。其实产生美乐珠与螺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但太小的螺肯定不会有，只要达到2-3斤以上的规格，都有可能产生珠子，但这个概率比1/1000还要低，所以真正自己开螺的几乎没有，都是活体出售的。也就林浩任性，况且他的运气一直很好。陈东见林浩拿着螺壳不松手，手在里面不停地抠着，面上浮现惊喜之色。不会真有吧？林浩笑了笑，把手从螺壳里拿出，在陈东的面前展开。只见他手中有一个浮着一层白色薄膜液体的珠子，陈东一把夺过，哈哈，发了，还真有！天啊，这个比你之前的那个要大。林浩之前就有一颗美乐珠，他送给了陈雪，陈东也见过，没成想今天这一颗更大。陈东咽了一口口水，倒不是他想占为己有，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生理反应。阿浩，这可有3公分了吧？而且就是正圆形，里面的火焰纹不仅清晰而且密集，太珍贵了。不过就是颜色有点偏黄，但个头足够大，没有30万肯定不能卖。陈东嘴上说着，眼睛就没有离开手中的珠子。美乐珠和颜色多样，红、深红、黄、淡黄直至白色都有。虽然称其为珠，但其表面并没有珍珠光泽的，而是带着一种温润瓷器的质感，形状越圆，个体越大越值钱。至于颜色，行内认可同属木瓜一样的成色最为珍贵，当然也有其他的评判标准，比如火焰纹的饱满和清晰度等。陈东感慨了一番，扭头发现林浩还在里面掏，他愣了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惊出了鹅叫。还有，东哥，里面有一个卡住了，好像更大。更大。东哥，声音小点。这家伙的声音越来越尖，听得像站子进城门外喊上朝的。哦，对，给我来抠。陈东见他还是抠不出来，非常的着急。林浩接过抠出的那颗珠子，将大螺壳塞给了陈东，他则拿着珠子到水槽边清洗，洗出来的珠子更为漂亮。此刻是下午，光线正强，照在珠子上，甚至感觉珠子表面都浮现了一层淡黄的光晕，在光晕的衬托下，里面的火焰纹路好像活了，正在燃烧。另一边陈东面红耳赤，愣是又掏了半天还是没有抠出来。阿浩，小心点，把螺壳砸了吧。看来也只能是这样了。林浩有些舍不得，这么大的螺壳也挺稀有的，做成2个工艺品，到时放家里点缀很好。但与珠子相比，螺壳似乎也没那么珍贵了。足足10多分钟，陈东忙得一头汗，才将珠子给取出来。而此时的大螺壳已经变成了一块块的残渣。天啊，这个也太大了，我估计全世界也难寻第2颗了。陈东托在掌心，林浩也看得清楚，珠子很饱满，与上一颗一样，近乎于正圆形，体积近乎于一个乒乓球的大小，直径快有4公分了，怪不得之前掏不出来，太大了呀。颜色也是最极品的橙色，因为上边还没洗净，所以火焰纹像是包裹在一层水里，形成了一幅非常梦幻的画面。这颗珠子能卖多少钱？陈东摇摇头，好半天才吐出2个字：无价。似乎觉得这么说有些夸张，他又补充道：因为没有对比啊，你说值5块钱也是他，说值500万也是他。不过你真想出手的话，这个珠子低于200万坚决别卖。林浩微微点头，与淡水珍珠不同，淡水珠一般100年左右就会变黄，失去原有的光彩，时限再长些或许会粉化，但海螺珠结构相对稳定，只要注意别沾酸碱类和油污的话，是可以长期保存的。所以这2颗珠子他本就没打算卖，反正自己的钱说够花也够了，不在乎这一点。两人又欣赏了片刻，林浩将小的递给陈东：东哥，见者有份。我要什么药你都留着，况且要是让阿雪知道我拿了，非得千方百计的再要回去，说不准我还得搭点天头。林浩没忍住笑了起来。收拾好这些，他先将陈东送回收购站，接着便开始着手于客房的准备。家具家电这些都是现成的，主要是床单被褥之类，他已经让陈雪去买了。接下来2天是好天气，下午买回来，请老罗老婆还有老太太帮忙洗一下，一夜就能干了。真不行，明天上午见一下阳光，下午肯定就能。他到了新宅，打算把卫生打扫一下，只不过只扫了1个房间，他就有些不想动了。妈的，哪个亿万富翁需要自己扫地啊？但这是村里，自己要是花钱雇人扫地，会成为全村人的笑柄。不行，不能自己一个人干。掏出手机便把在家无事可做的阿和给摇了过来，用这小子，他心里毫无负担。林老两家吃过午饭后，2口子就有些坐立难安了。要不你到银行去查一下，毕竟是头一回，2人有些忐忑也很正常。早先老猫刚跟着时，算完账发的可都是现金。林老二轻嗯一声，在院子喊了一声：包哥，你这边有动静了吗？还没，我老婆让我自己去银行查一下。
我想着是不是太心急了？赖包回复的很快，显然也在等着隔壁的动静。赖包连卡都没有，而林老二是节省惯了的人，开通短信提醒每个月可是要手续费的，自己又不是做生意的，开通那玩意也没用。要不咱俩去查查，这都快2点钟了。赖包好像就在等他这句话，故作矜持一番便答应下来。行吧，那咱现在去。两人约定好后，林老二也没啥好准备的，出门发现赖包比他的动作还快，已经在门口等他了。离开柜台出了门口，这才看到在那愣神不时傻笑的林老二。阿五，到账了。赖包走到近前，轻拍林老二一下，问道。林老二吓了一跳，当看清对方的脸，这才咧嘴一笑。包哥，你到了多少？9200块。你呢？我也是。天啊，咋这么多？我还想着阿浩大方，会给咱一人4000呢，咋这么多？咋这么多呢？他开了口，就一直重复着，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激动。我都说了，阿浩不会骗咱的。不过这么一算，咱2艘船这次出海可是赚大了。林老二摆手，那是阿浩的造化，他吃肉，带着咱喝口汤就行。包哥，咱得知足，这样的活打着灯笼咱也碰不上了。这也是阿浩看咱2家过得紧巴，帮衬着咱呢。林浩若是听到这句话，心中肯定暗笑，这不是看你家过得紧巴，而是看在早先那50块的恩怨上。赖包笑着点头，放心吧，我也知足了。不应该说阿浩现在给的已经比我想的最多的都多了不少。走，咱先回家。走，回家。阿五，回去让弟妹晚饭别做了，到我家来喝酒。上次是你家，这次也该轮到我家了。行，那包哥，今晚可不能装熊，咱得不醉不归，我带酒。都好说，反正明晚才上船呢。其实不用歇的，今晚咱上船都行，毕竟好天气不等人。这个改天我要跟猫哥说说。他不敢跟林浩说这些，但和老猫说应该没啥问题，以夺人。他觉得老猫内心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到账了是不是？有多少？林老二没吭声，将手中的条子递给了他。条子上没有具体的出入账明细，只是打了一张存款总额的数据，但他一直精细惯了，早先卡里有多少钱记得清楚，心中一算，哦的就是一嗓子。下一刻赶忙捂住自己嘴，双眼惊慌地看了看左右，确认这是了自己家里，才将手拿开，压低声道：9000多呢，咋这么些？阿浩会不会算错账了？总共9200块，哈哈，应该不会，包哥也是这么多。这么说你这出去5天就赚了9200块呢？天啊，咱家的好日子要来了！你他老婆说到一半，居然哽咽了起来。你咋还哭了？天大的好事呢！咱家可不止9200，废品210，四叔那里也卖了700多，加一起破万了呢。我是高兴的，对，还有废品和昨天卖的货。阿五，你太厉害了！看着自己老婆那带着些许崇拜的目光，林老二突然感觉自己的人生达到了一个高峰，这一刻自己才真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好了，这一趟也是咱运气好，下一趟可不定。说到这里，他自己给自己嘴上来了一巴掌。呸，下一趟会更好，妈祖保佑。对，妈祖保佑，我明天一早就去上香。林老二轻嗯一声。回来的路上，包哥说晚上在他家吃，你等一下过去问问嫂子，出手帮忙。我现在就去，你去后边逮只鸭子杀了，包哥家没有。